Hello， 大家好，我是 Gone， 欢迎大家观看。我们讲了那么多期 Pi Network， 都知道是区块链技术，那我们就来看下如今的区块链的现实意义，可不仅仅是数字货币就足以完整概括的。本期内容，区块链的实质是什么？在社会中的应用体现，正在推动着现实世界如何发展。大家当做科普也好，故事也好，还是希望分享给大家尽量高质量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小铃铛，支持 Gone。正片一，个人对区块链的理解，大家都能从各个渠道找到对于区块链的定义。往期我们也简单分享过区块链技术，说白了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数据库，这点才是它成为比特币上底层技术的原因所在。不过，比特币只能说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代表，但只是货币领域区块链的应用。我们不妨往尽可能更广义的方向想想，区块链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社会结构发展有推动作用的。一、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先来讲讲中心化。社会快速发展，带领着我们步入了网络时代，进而进入移动网络时代，实现了更便捷的信息交流，更高效的事务处理。比如微信视频、语音、文字交流、远程操作等等，谁带来的呢？腾讯和相应的公司机构带来的应用。而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的使用产生了庞大的数据，数据则存储在机构的服务器上，同时由公司机构进行保存，这就形成了中心化结构。数据的安全也只能由各公司机构来负责，这让我们也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公司越强，安全越有保证。而最强大的机构莫过于类似银行、具有政府背书的机构。去中心化从结构上简单理解，就是公司机构的数据不仅是存储在各家自己手中，而是分布在千万家。最理想的画面就是人人都拥有相应的节点，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存储，而每人之间有数据对比检查。比如 A 给 B 转账，不仅记录在了 A 和 B 的节点上，同时记录在所有节点上。B 想不认账也不行，除非 B 攻击起码50%的节点篡改数据，成本太高，性价比太低，才体现出了区块链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二、去中心化对中心化的挑战。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形成时间也已经不短的时间，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应用体现，因为其特点会挑战中心体的产业地位，弱化其产业作用。不过，类似的思维方式倒是有，比如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YouTube 在2005年就进行自媒体布局，每个人都可以在谷歌中心化的大前提下进行自己平台的管理。国内大概是以2009年新浪微博建立出现为标志。这些都可以说是区块链技术的思维方式，但是没有完全以区块链技术进行，因为对未知的担心数据广泛存储，致使数据泄露等等问题。直到2009年，中本聪这个人或团体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创造了比特币，首次实现了区块链技术完全应用。二、区块链社会生态的形成。一、区块链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我的世界 Minecraft 这个游戏想必大家都知道，风靡一时。很多玩家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探索未知，开采资源，建立了自己满意的世界。它不需要传统庞大的运营方，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玩这个游戏，那数据就存在，游戏也就继续存在着。去中心化金融 DeFi 项目，币圈的朋友对其不陌生，描述了建立在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公链上的金融服务。它还包括首次代币众筹在内的所有交易，而目前这些都主要是基于以太坊进行，比如 DeFi 贷款服务的金融系统 Darmalever、Compound 以及 Celsius Network 预测市场服务系统 DYDZ-Newell。二、区块链3.0时代引领的未来世界。以比特币、以太坊等数字货币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实世界金融银行业的冲击，所以银行业将会形成以数字货币为首的应用。二、网络安全。区块链可以从拦截身份盗窃、防止数据篡改、阻止拒接服务攻击 Denial of Service 3个方面增加网络安全性。三、供应链管理。复杂的角色、事务程序及信息或实物交互的协同难度极高，区块链的存在可以解决如今中心化管理模式的痛点。四、市场预测领域及 DeFi 项目和其他正在发展项目的存在。五、物联网。区块链或许可以在大数据管理、安全和透明性，还有对基于相互连接的智能设备之间服务交换的微交易带来便利等方面进行应用探索。六、保险业。如今保险业中各公司的存在结构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中心化结构，
区块链将使其信息交互更加迅速，提高理赔速度。7、共享经济。高恩理解的共享经济本身就具有区块链思维方式，每个个体可以共享自己的一些东西，进行各自的终端数据管理。最具代表性要数 Uber、滴滴，而共享自行车、电动车并没有区块链思维方式的应用，其实本质是租车，更像是伪共享概念，仅仅是尽可能提高车辆使用效率，向外租用公司自行车财产，发云存储。最大的转变可能就是对中间商不再依赖，形成去中介化趋势。除了以上8个方面，区块链还将在慈善业、选举投票、政府管理、公益行业、医疗业、能源管理、在线音乐、零售业、房地产业等等行业形成独特的应用特性，在各个行业的应用，使得社会整体构成新的社会生态。未来世界的网络或许会更具包容性，更有信任感，更安全，更趋向数据化。同时，移动网络也将完善5G，向前发展，人类也因此更加的靠近虚拟世界。再结合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今的科幻世界也将不再遥远，永远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新事物，积极探索，紧跟时代脚步。说句玩笑话，要是未来世界的人类时间旅行回到古代，没准会被供奉香火，被迫成神的。那么你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又是什么样呢？ OK，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